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本节目由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丹麦有机味绽放感知力。本节目由雅培精致有机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上牌集成引领高端厨店的方太集成烹饪中心赞助播出。来，先准备好。开炸，开了，炸开整个的。是的，欢迎来到腾讯视频，是很熟的味道呀。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本节目由畅爽美味的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有机加脐带血营养群，关注感知力。本节目由雅培精致有机联合赞助播出。很熟的味道，方太创造。本节目由方太集成烹饪中心赞助播出，感谢。好呀，感谢。大家好，我跟大家很熟，大家也跟我很熟的吴昕。大家好，我是不熟也能熟，熟了能更熟的大张伟。欢迎大老师。谢谢各位。好，大家好，我是希望能和大家变得很熟的董思成。哎，欢迎弟弟。大家好，我们是很熟家族。噔噔噔，熟啦！特别有道理，因为做饭你要等，要有耐心，等，然后熟了，是不是这样？跟友情一样啊，友情爱情一样。这弟弟今天这啥意思？对，董思成，你应该拿个丝瓜呀？为什么拿个西瓜呀？因为到了夏天，当然是要吃西瓜了，所以说我买了一个保熟的西瓜。那咱们切开试试吧，这个是沙瓤的还是什么的啊？我给大家切一个。因为无西瓜不夏天，是不是？一起吃瓜就是很开心的。来吧，啊，得嘞。我们这样，我们利用这个西瓜吧，然后预祝我们这个节目顺利，好不好？对。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喜欢。所有的烦恼都与我无关。很熟家庭，耶！哇，好吃，好甜哇！瞬间有一种猪八戒的感觉，哇，好吧。其实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就是好的味道啊，能触起人们的一些非常美好的回忆，就像西瓜一样。其实呢，每个好吃的食物背后，往往包含着这个做食物人的心意，以及吃食物的人的快乐。那我们节目呢，其实就想通过味道来探索新时代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因为每期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一位嘉宾，他们很熟的人会来制作他很熟的味道。我们的挑战规则，每期节目有2轮挑战，第1轮会有4道不同的料理，1道由嘉宾亲友所做，其他3道为大厨复刻。嘉宾要从4道不同的料理中淘汰1道最不像亲友做的菜。那么第2轮呢，2位大厨和亲友做同样的1道料理，嘉宾要选出亲友所做的料理。如果嘉宾能通过2轮挑战，我们将为2人提供惊喜大礼。那既然是那么熟悉的人，又是那么熟悉的味道的话，我觉得他要是找不到的话，那岂不是太没有良心了？你一个真的出道这么晚的人，来的嘉宾都是出道30年以上的，你说没有良心？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得给他后面挖点坑。我理解弟弟的意思，弟弟说，那既然都这么熟了，这节目不是很简单吗？这个东西一上来，我不就能尝出来吗？真的是 No， 刚才说了，我们有3位顶级大厨。他们在这个节目中的任务不单单是要做饭，因为他们的任务是要做出来，并且要完美的复刻这道美食。不光是厨艺，还有这个味觉上的一个挑战。所以3位用1句话给我们说一下，为什么在芸芸众生这个厨师当中，我们选到了你们3位？大厨们准备好接招吧！哎，谁都逃不过这大坑。只有3个你们3个有空吗？肯定不是，是你们3个最优秀，对不对啊？这一波我是学到了。我们先从李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14岁入行，同时呢，我参加过差不多有10场的国宴。那欢迎林老师，我们期待你今天的表现。欢迎。再来我们这位漂亮的女士。大家好，你们可以叫我狗哥，也可以叫我静怡。我是投喂了室友近1000道菜的家常菜小能手。而且他在短视频这方面有非常多的追随者。哇，粉丝特别多，是不是？哇，那全网加起来近1000万吧。哇，近1000万的粉丝。大家好，我是梁彦威，我现在是一个美食旅行家。狗哥，你多大？我97年的。你也是97。我是98年的。所以小妖是小梁，然后最大的林老师多大？
那个大老师哪一年的？我跟你说，当年林大厨呢，在那个兵马俑站第3排。我们俩站第4排。对，反正就是这么个岁数，你自个儿算去，就是这么个意思啊。但是不能按岁数来评厨艺，是不是？那我们狗哥跟我们小梁，你觉得谁会更厉害一些？弟弟，这可得想清楚啊！我觉得是出大事儿！这位弟弟吧，小梁。为什么不是狗哥？为什么？少说，女孩很优秀的，少说，都很优秀，都很优秀，都很棒，都很棒。我们3位其实是对一样的，直立并肩啊。原来我才是在坑爹。我问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后背发凉吗？我会有点，我怕大家一会儿拿我吃瓜了。我跟大老师会时不时的抛出这种挑事儿的问题，所以你整期节目要保持好一个很警惕的状态。真的是这样的。救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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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们的开场我们已经熟起来了，我们气氛已经烘托起来了，现在马不停蹄的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好不好？来，有请我们首期嘉宾隆重登场。哦。这位同学我们都很熟了，都是好朋友。是这样吗？就出来了是吗？出来了，不然呢？可以出来了啊！哎呦喂，这是新人啊，这是。欢迎，丹总好，是。欢迎。丹总好。哇，欢迎 ，Hello，太开心了。看到2位，我也想到了一个组合名。组合名叫鸡蛋灌饼。不喜欢的还有厚蛋烧、鸡蛋炒饼、烧饼加蛋、烧饼爆蛋。可以了，幽默到这里就可以了，可以了。我们要保持好一个很警惕的状态。所以弟弟，脱口秀跟相声，你更喜欢看什么？啊！怎么办？好紧张啊！我听听。我都很喜欢看。不行，你必须得说一个。要转行只能转一个人啊。我白天看脱口秀，晚上看那个相声。哎，那为什么要晚上看相声呢？对啊，晚上看相声更容易助眠。其实脱口秀也助眠。就很多人的习惯现在是听着我们的声音睡觉。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脱口大会啊，之前那个咱们请过他们德云社的那个阎鹤祥。对，我有看过。因为李诞是看过他们所有人演出的啊。哎，你看看他只请了阎鹤祥，对烧饼有什么意见？烧饼为什么没有去啊？没烧他们不那。我那天没档期。你那天那是一季的节目，你也太好骗了。不是稍微留一点点脸面，好不好？留一点点脸面。跟2位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吧，就是它有点特殊，就是你们呢要邀请一个对你们来说呢很熟的这个人，他来做对你们来说很熟的这个菜。你比如这个菜的味道一定是比刻在你们 DNA 里边的。因为如果猜不出来，真的就有点尴尬。你就比如，要是让我来，我肯定带我爸，因为我爸包的饺子，我肯定能吃出来。对他们不仅能复刻饺子，能复刻爸爸出来。大老师要是带的话，你带谁来？我妈。你看。对，因为天天吃啊，天天吃。但我觉得这是最容易复刻的。真的吗？因为妈妈其实厨艺是很一般的，也是很一般。对，她只是好，咱吃着惯，她厨艺很一般，她放的调料又少又简单，那一下就做出来。但是因为就是像我父母吧，因为他们不是专业的，所以他们有一种好吃中特别的难吃，难吃中有一种独特的好吃，就是那个东西是很难被最难复刻的。因为他们是多少年的错误养成这样一个做饭习惯的，对。然后这个错误不是一会儿就能对，正确的事情好复刻，错误的事儿啊千奇百怪，你知道吧？所以很多有时候美味的话呢，就是因为熟悉，
你熟悉了以后就养成一种记忆，那么就变成你心中的一种美味。所以我们说的这种古早味嘛，妈妈的味道是最好吃的。你看我们聊的都说要带自己的亲人啊什么的，所以蛋总你今天带的是我这个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街上后认的亲人。街上认的。我一个姐姐，对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姐姐。认识多少年了？这十多年了，10多年了。认识10多年了，然后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人生的很多重要的决策都是他帮我做的，比如说来北京工作，还有后来去那个做脱口秀这一行，都是跟他有关系。所以他是第一次你公开的介绍出来是吗？对。那我问蛋总一个问题，那请问这位您请的这位女士，要是和王建国掉到水里，你救谁？啊？又开始幽默了，不愧是很熟家族的弟弟。肯定是救我姐，肯定是救我姐，因为那个建国跟他特别熟。我们赶紧把李诞的这个投喂官，这位神奇的姐姐请出来，好不好？好嘞，有请。谁呀？还端着菜啊！姐姐好，姐姐好，你好。啥肉？这个是肉干，三婶煮好的。那个我内蒙的三婶哦，就我姐跟我回内蒙好多次，他们都已经很熟了，很熟了。尝尝风干肉，好吃。蛋总，你要给我们介绍介绍呀。红料，红料，红颜色的红，颜料的料，颜料的料啊，红味，好漂亮啊，好吃。姐姐，刚才那个他说他做脱口秀都是您指引的，还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能都赖到我身上呢？你问。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跟国仔就是国仔也在，就都在他家住着。我脱口秀之母，然后就是没有脱口秀之母，没有，就孕育了一堆这个喜剧人才。就他俩。我是在广州上大学啊，然后我家不是内蒙的吗？没钱，就是你不能买到那种直接回到内蒙的交通方式啊，要中转，要在北京滞留一段时间，然后但是又最后滞留着，发现北京挺好玩的，就老在那住着，就每个假期都是这样过的。怎么熟的呀？对，怎么好心人嘛，就是好心人嘛。最开始是网友，网友，对，最开始是网友。那你们有好奇对方的长相吗？聊天的时候没有期待了，也没有期待。如果有期待，会很失落的。因为是网友，不是网恋，所以没有期待。啊，长成啥样都可以。现在他什么地方吸引了你？觉得可以成为你的？不是这孩子有意思，有意思。我在吃，有意思。好，哥哥，不好意思啊。蛋总，咱是录节目，不是真聚餐呀。因为有意思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有意思里包含了很多东西。对。啊，包含了就是这个人，甚至包含了这个人心地好不好，这个人的见识是怎样的，他看什么书，他喜欢什么东西，包括他怎么跟别人相处。那红姐给你做饭，你挑吗？你会点菜吗？不会，都行，都好吃。做啥吃啥。他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地方，就是他虽然确实什么都不会，但是他也真的什么都不挑。他有一次来我家的时候，我家当时是6层楼，顶层没有电梯。我说那咱们下楼吃饭吧，到中午了。他说能不能不下楼？我说家里没什么东西了。他就开始寻摸，最后把我跟我老公早上吃的剩的汤饭底儿准备倒掉，倒在一个碗里，自己吃了之后说行，我可以不下楼了，然后就躺在沙发上。绝对不挑，真的不挑，一点都不挑。而且他说的时候，他会说你给我弄口吃的，这个就是弄口吃的就行，完全不用管是什么。那这肠胃不会出问题吗？会啊。不是，你吃隔夜的有的时候胃会不舒服吗？胃不舒服没事，他就训练，这个都要锻炼，要训练，锻炼成8块腹肌。我的肠道菌群现在是很训练有素的一帮朋友，很厉害。所以你去他家，你干活吗？你做饭吗？不会，就是啥也不干，去了就躺着。
我跟你说，红姐这种人就是太好了。我之前去人家，我假装想干点活，人家说话都倍儿损。我说用什么那个擦地怎么干净？他说用力。红姐从来没有说跟你这儿说过什么阴阳怪气的话，咱你这儿就是敞开了住。因为她的性格也是家里就是她家跟我家是差不多的乱。是哪种乱？就是一个人在客厅的出现就是躺在地上是很不突兀的。哦，明白，很正常。有一个地上有一个人，你不觉得有任何的不对劲儿？哎，我北京有这样哥们儿，他们家也是，就是倍儿乱那种。他请阿姨过来，阿姨每回进来还先脱鞋。我说您脱什么鞋？他说我怕我鞋脏了。不是，这屋里头，你走哪儿都得是这么走，垫脚尖练芭蕾在那儿。只是乱，但是是干净，家不可能是干净的，是干净的。所以听两个人的关系看来是非常熟，而且蛋总感觉是。对红姐做饭这个味道应该是挺熟的，是不是？我不能说这种话啊。所以你不熟。这么多年的饭都白吃了。所以你今天挑战有信心吗？你作为首期嘉宾哎，因为第一期我觉得怎么也得成功一下。如果第一期都不成功，你就是没事，那错了咱们就咔嘛，然后重新重录嘛。哎呀，我很懂，这综艺我还不会录啊。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趴，叫做守护她饭。那这样啊，以你对红姐的了解，你觉得红姐带来的4道菜，你先随便的发散一下，你觉得会有什么？有一些很古怪的无法命名的菜。类似里边会有什么？鸡肉和西红柿。鸡肉和西红柿怎么在一块弄啊？还有白菜和牛肉，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一锅乱炖。不，这还不明白吗？就是家里剩什么就吃什么，就这么点事儿嘛。你说太对了，还有什么吃什么。它就是叫冰箱菜，就是啊，就有啥冰箱打开有什么就弄一锅一吃。得嘞，白水煮一切啊，得嘞啊，行。我是觉得就是有什么食材做什么饭呢，其实挺好的。对，就是更像家里人，就是随意做。如果要是老是精心准备呢，感觉就是招待客人。这你说过一个什么炖，都什么在一块炖来着？这白菜和牛肉，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先煮一个火锅，然后牛肉呢要炒一下半熟，然后倒在那个锅里面再煮，然后就可以往里放各种火锅食材，豆泡啊之类的东西都可以。其实它就跟火锅是一个意思啊，等于你先打了个基底。对，但是就中间变了一下，本来很清淡，后面就有一点其他的味道。你看他们说这段的时候，3位厨师眼睛都非常的严肃。就是不明白是吧？牛肉弄到半熟，然后呢要倒到火锅里，但是有一次我端着锅出来，他们就这个好就夹的，我们家没了。哎，我说你说，然后我就说别吃了，这是生的。然后他们已经吃完了，我说我心脏病都要犯。没办法，这个是跟王建国，因为我们就是从没钱的时候一起成长起来养成的恶习。你要等肉熟了，你这就吃不上肉了。我现在跟师兄弟们出去涮肉，就是这样。我没吃过是开锅的火锅，永远都是无毒的，从来没有见过火锅开锅。到走的那一刹那，火锅也没开过锅。就抢着吃好像比较香，是不是这东西？3位啊，大厨总结起来，红姐的这个菜呀是非常有自我感受的。对，它是比较随意的，是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所以这个对于3位来说，一会儿一定要考虑进去。所以特别难猜，因为他每次做也不一样。对，瞎说什么大实话？他第一次做和第二次做，他做的味儿也不一样，这怎么猜啊？哎，我们猜对2道菜了啊，还有俩，饺子、炸酱面，还有那个三文鱼。三文鱼，为什么会有三文鱼呢？我姐夫特别爱吃，哦，我也爱吃，他喜欢吃芥末，我爱吃芥末，就你给他吃三文鱼，他特开心。后来你发现你弄点木耳冰一下，蘸芥末，对，芥末木耳，芥末三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其实就是爱吃芥末是吧？他说是，芥末。我们蛋总虽然是很喜欢吃三文鱼啊，但今天没有这道菜。我可以告诉你，刚才你猜的有饺子有面，对吧？这2个是有的。太好了啊！饺子是什么类型的饺子？茴香馅饺子，我特别爱吃。
北方人可能习惯就是上车饺子下车面，对什么这种对，就感觉这像家里边做饭的那种招待方式吧。就是开心啊，吃了就觉得到家了。是他在我家就是一进门躺在沙发上，别的朋友来了就他往里滚，往里滚什么意思？他要滚到沙发里面贴在里面，这样外面还可以坐人呢。然后有一天在我家吃饭，就叫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外卖给他们吃，茴香酱饺子李诞做起来了。能让李诞做起来的啊，不是火灾就是饺子，不是没有别的了。然后到饺子的时候他就做起来了，然后看着我们说，茴香酱饺子好像升糖也不高是吧？然后就没人理他。刚才还有一个什么面，对吧？哦，这个好听，就是用风干肉炝锅面，然后煮面。这个肉是只有内蒙有，风干羊，我觉得新疆应该也有，是那个应该西北地区都有牧场的地方，应该都有的。对，我们那里也有，我是陕西北部陕北榆林那边的，我们那边也有这个。那你是现在是能冒昧问一下是什么菜系吗？你现在做？我就是自己在家倒腾一些菜，自己家常菜系，跟室友对在外面北漂自己做的。不是吧，朋友们，那个导演组的朋友，这是从家给薅出来的，不是某个饭店的主厨吗？哎，蛋总，是家里的，人家有1000多万粉丝。站起来，对不起，道歉，看见没有？那个1000多万朋友，我这个2022年第一次录像，对不起啊，对不起。蛋总好不容易接一活，闯这么大祸，那就是您就是那个就是在网络平台上做。然后被他们给发现。对，我其实很多菜也是在网上学的，然后自己再根据自己的经验随便做做，然后会跟室友一起吃。哎，我看过，我想起来了。你真是好久没录像，一惊一乍的，怎么回事呢？因为他在视频里很活泼，这不一下从家里来公共场合了吗？还是有点拘谨。对。蛋总，这段可以了，知道，你认识。啊，那个1000多万粉丝，我也是其中之一。好的，我是1000万分之一，大家都是一家人。好的。这种熟悉的程度，就像红姐跟你家人熟悉的程度一样，对不对？那种亲密的关系无法言语，对不对？因为刚才开场我就记得你说这个是好像是蛋总的家里人直接寄给你，30，对，30，所以你跟他们家亲戚都很熟，很熟，已经有感觉有一些已经比我熟了。我已经这5个年没回过内蒙了，他中途还去玩过。我带我妈和我婆婆都分别回去过。婆婆和我老公是住酒店，然后我是住在他们家。那你跟他们家里人相处，相处得非常好，就很奇怪。是怎么熟的？也是一见如故那种吗？对，一见面就很舒服。蛋总肯定跟家里人说，在北京红姐老罩着他啊，那肯定。那一回去，那感觉这都是恩人啊。你看内蒙人本来就好客，本来就好客，本来就恩人又来了，对不对？特别好客。哎，那我有个问题，就我感觉好像大家都是那种社交就很厉害的人，那你们是怎么练成的呢？交朋友一个方法特简单，就是求他办事。比如说特别比较简单，我说欣姐帮我把那可乐递我一下啊，那就是这样开始的，就成朋友了。找对方帮忙反而能成为朋友。哎，就是说这是他测验朋友的方式。说欣姐把这个给我递一下，不，然后就说这朋友就再见了，今生不可见 ，See you never， 好吗？我小时候那个，也就是现在说社恐嘛，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人交流。他就问我，他说你跟同事们处得怎么样啊？我说好像也不知道该聊啥，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人聊天。他说特别简单，你买一桶鸡翅，然后给大家每个人发一块鸡翅，你们就会变成朋友。之前就是开学前，我会在每个人的宿舍的上铺放一个鸭舌，就是拿人手短，吃人嘴短，然后大家就会跟我变得很熟。然后我就这么去实践了一回，就这么简单，最后就可以聊天了。人家有好吃的会给你嘛，有来有往。后来得出一结论，就是聊天还得付费。哎，我们马上第一轮 PK 就要开始了，然后蛋总呢就要开始品尝了。我们请4位站到我们这个做饭区域，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请4位一定要注意，不能发出声音。然后蛋总你不能回头，放什么调料不能对接，不能有暗号啊！别你放一辣椒，这边放炮了，不行。我们采取随机的形式啊，就是你站到哪儿，你前面有个锅，然后你把那个盖儿掀开，是哪个你就要复刻哪个。那我们4位现在麻烦请就位。他们就是做这个4道菜。我这4个菜对厨师来说都很简单，他们复刻的话，难点可能就是要看到底我放什么东西，看这个能不能察觉出来。
茴香馅饺子我特别爱吃，我小时候我奶奶也包茴香馅的。肉干面应该是他最经常吃的，而且肉干是我自己带来的。我们在内蒙也都吃，我妈也都做，所以特别爱吃。白菜牛肉，白菜和牛肉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一锅，哎，太对我口味了。番茄鸡肉，无法命名的菜。他小时候在新西兰住了很多年，就还做一些西餐。有点好吃。做出来4道菜，你要猜哪个不是你们家红姐做的？这个有点难了呀！你这4个一样的猜好猜，这4个都不一样。 4个一样的菜才不好猜呢。好猜，一样的不好猜。当然那是第2轮的规则，第1轮的规则你就提出1个而已，最不像的那个淘汰掉就行。不好猜，不好猜。 来，4位红姐们，现在烦请4位揭开你们前面这个小盖儿，看看每个人要做的菜是哪一道。我不能看啊！对，你不能看啊，你不能看啊。来，3、2、1，2、1。 这4个菜我都挺有信心的，因为都是比较经常做的。肉干面应该是他最经常吃的。我总觉得我会是最幸运的那个，一打开哦，没做过的西餐就是有点崩溃，西餐纯粹是没接触过。 看这饺子，这个就是难看的，就绝对是他包的。哎，我这饺子怎么还是破的呢？看到他要做到那个造型，红姐有时候包的饺子经常要破，那么破到什么形状，破几个，这个就有点难。会感觉很轻松，因为它真的很简单，同时又会有一点担心，真的就是越简单的东西，它越容易吃出一个区别。 可以尽情的品尝，但是请不要发出声音。我就没见过那道菜，我尝了一下，也是一种很陌生的味道，但看起来其实挺简单的。对于没做过未知的东西，还是有点没有把握。我一开始以为是他纯拿西红柿熬出来的，然后我就把冰箱里所有西红柿都吃了一遍。 就发现它里面有点发甜，但是酸味又很重，我就选的那个我吃的最酸的那个带点绿的那个西红柿，那个是最酸的。然后但是发现味道不对，太浅了，然后我就发现台上不是有西红柿酱嘛，我又把西红柿酱都尝了一遍。看来番茄沙司有点过分的甜了，它里面就是有一种。 添加了一些糖啊之类的东西，它没有那个食物本身的酸味了。但是红姐那道菜，它本身的番茄的酸味是足够的，然后你尝一下其他的味道，就能感觉到那个番茄沙司是不合适的。哎，这位嘉宾，不要作弊！啊，钻不得空子。刚来就给我们整一 bug。这招不赖啊，这招不赖。下期就是我的招了啊！好，品尝完有感觉之后就可以动手了。哎，那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品尝了？来，我们也尝一尝。可以，茴香可以，北京肉吃茴香多啊。我醉了。 但是这饺子很难吃出来是红姐什么包的，因为我妈做也是这味儿。
茴香差不多，我感觉都是这样，这能吃出来谁做的也是神了。但是这大小我觉得还是能分得出来的。还有这形确实不太会包这形。这饺子绝对吃仨饱了。他就是喜欢馅儿大，馅儿大，手法很一般，但是馅儿特别好吃，我觉得。这跟你说，这10个饺子摞一块能盖堵墙，然后就是它跟板砖似的。那就是那几位大厨有一个难点，就是在于他们要把这饺子包的馅很大。像我们林大厨都是做过宴的。其实对于我来讲呢，复刻这个饺子馅它并不难。我们通过高温、低温、冲洗各种方式来确定，因为我感觉里面肯定有加了姜葱。当时那个我还不能喝，就把那个饺子认真给它分解，用水给它洗一洗，就把它洗。但是我有看到葱，加了一点葱在里面。它的茴香跟肉的比例应该是4:6。茴香的味型呢，它是属于香料，可以肯定它加的不是很多的调味品，就是加了一些基本的调味在里面。把那个肉跟这个茴香放在一起去敲打它以后，它会再一次的挥发这种鲜味，来让它改变一些分子结构，这个是很奇妙的。我这面条也好吃，是吗？这就是内蒙古的干肉干面，还搁了这个白萝卜。啊。其实就是把这些肉都搁这面里头下菜不就完了？它这个是它改良版本的，原版就只有肉干，它搁了很多菜在里面，为了少吃点碳水。但我觉得这样好吃，你喜欢这种？汤汁更足一点。对，那个做肉干面的朋友，一会儿多帮我盛点汤啊，我想喝点汤。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白菜加牛肉的一个清汤，但是当我尝了第一口之后，我发现了有一股很浓郁的海鲜味，类似贻贝的，就类似虾的，所以当时我不太确定，因为没有看到任何的虾。这是肥牛吗？这就是那个白菜牛肉，白菜牛肉好好吃，好吃。这也确实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里边这个完全熟了的牛肉是什么样的。这个菜我吃过好几回都没有这个肉片，终于摆上来了。但是在这个汤最后的一个底味里面，有一股很浓的虾脑味，所以就很大胆的猜测，是不是有放虾在里面？刚开始拿到这个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先确定这个白菜的大小，因为每一个人切法真的是很不一样，会取决于最后不仅是风味也好，不仅是口感也好。所以当时我就立刻用镊子挑出来放在砧板上，进行了一个粗略的对比接着我把姜片也一起挑出来了，观察姜片它大概的一个厚度跟大小，它到底有放几片，有没有去皮，这个其实也是小小的一些细节。
这个菜这个口味挺重啊。挺重的。你是偏重吗？口味？我其实从小吃的口味特别重，但是我这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这2年调了调。不能老吃，但是时间长不吃是会想，就重油重盐的。你能重到什么程度？什么意思？就是炸酱面没有面，只吃炸酱。哎，这是真的呀？真的吗？对了，说对了。是炸酱吗？空口盛这么1碗酱，放着就弄瓶啤酒，看电视就这么吃，一会儿1碗就吃完了。啊？这种就是特过瘾啊！但是一年可能就这么来个1、2次，不能天天这么吃，这很危险，朋友们，高血压然后肾结石都是很有可能的，别这么吃。我小时候更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我们内蒙古有一个东西叫咸菜疙瘩，就是芥菜，然后腌巨咸，然后晒干。你拿着当零食吃对吧？我就揣裤兜里。哎呦喂，那不是沾一堆毛钢镚儿什么的，就是还摘那个毛跟钢镚儿蹭到就吃是吧？小时候特别脏，还有那个钱，你就跟那1毛钱2毛钱就揣一起。啊，那个不是揣兜里，是为了随时能吃，真的扒拉干净就吃，吃完了又揣兜里。就相当于小时候的零嘴儿。这是个啥？哎，这好吃哎！哦，这好吃啊，甜甜的，是不是？这好吃，真好吃。这就是那番茄鸡肉，哎，这个好吃，这好好吃，是吧？嗯，而且那个鸡肉好嫩呐。有尝到那种自己好像似曾相识，在哪里见过的那种又鲜又腻的那种味道。身边的人都会用那种浓汤宝来炖菜，他会就代替高汤嘛。我说哎，但又没看到浓汤宝。没看到浓汤宝，没看到浓汤宝，就自己拿了一些什么鸡精啊之类的调了一下，想的是拿水化开，就假装它是浓汤宝，进去提味儿，提鲜。哎，你别说，红姐在那儿做菜，哎，你怎么能告诉我她在哪儿呢？啊，就是现在都是红姐，这都是红，都是红，而且我现在能感觉到红姐的就是一种霸气，她站在上面有一种很大的气场，就是她气场特别稳。所以我小时候拿不定主意的那些事儿都问她吧。我来北京就是她劝来骂过来的，我就不想来。你为啥不想来啊？那会儿小嘛，觉得在广州挺好，就待着吧。他就觉得你写东西的干这行的，你还是得来北京，你就一顿骂。后来又把我骂去了上海写脱口秀。哦，等于你们都比较听他话。就是小时候就挺没主意的。你大老师说叫什么大嘟噜，大嘟噜，你大就是特别黏糊，就是哎呦什么都不想干，就嫌烦，然后摆烂，对吧？就现在的摆烂，拿不了主意，迷茫、忧愁，就小孩嘛，然后就是有人踹你一脚，你往前走，走着走着就自己就会了，就没那么磨叽。而且那阵还800个看不上，其实什么都不会，然后又倍儿傲，啥也没干过，就只有审美，就手上没活，然后就觉得是我这么大才华，我真的是，我给你写段子，对。你后来写着写着，知道自己也就那么回事以后就好了，对，就明白了。哎，我师傅描写这句话叫"人在起跑线，心在领奖台"。但是你就上手干。上手干，接受了观众的检验以后，就特别真的是特别谦虚，特别老实，特别谦虚。生活所迫，让我们才华横溢。他们现在所有人都在同时开火，是吗？对，一起。这个动静还可以，这动静听着香啊。但是一点味儿都闻不着，是为什么呢？怎么因为开了方太油烟机，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没有菜味儿。而且他们会用动作互相在叫嚣。你听这是干嘛呢？这声？这不知道剁肉吧？这是。
哎，大老师，你要不要过那边去看看？来，走，大家一起去吧，咱一块儿去。都叫红姐，都叫红姐。那当然了。嗯。看一眼大家做的红姐真的是。怎么样？您那面条擀的是真不错呀。哦，红姐做面条，没开始嚷嚷了。你看这边这肉，哎呦喂，今儿得还得捡这肉哈。以前都得，一般做这肉都是生的，是不是？都是生的哈。这个饺子怎么？哎呀，这个饺子，这饺子今儿要故意要包得好，好像在锅里打了一架。这个饺子，哎，蛋总，你猜红姐在哪一边？我现在上哪儿猜去？我看一眼不完了吗？哎，大老师，1号、2号、3号、4号，你对几号非常有信心？你给蛋总一点提示。3号啊。3号复刻能力很强是吧？那是，绝对是3号啊。哎呦，几号比较悬？3号。哎呦，3号。3号比较悬。对，3号比较悬啊。对，不是大老师说的话，你让我听没有意义啊！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听他说话。思成说2句好不好？思成还靠点谱。红姐这个菜做的可以。他 Q 你就说嘛，你怎么那么……我真是谢谢你。模仿一些声音嘛，你模仿一些声音。我怎么会相信你呢？无效信息。现在什么进度了？现在都弄差不多了，差不多了，马上就包了。结果在包那个饺子，其中有3、4张皮，有一部分擀到特别的薄，让它连在一起，然后再把它撕开，这样就形成一个自然而然，就在家里面做饺子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一种翻车嘛。你刚才炒完和你现在看他们做的复刻的还原度高吗？我觉得现在目前比较高的是咱们这牛肉。这个就是咱们红姐做的，就是乱炖是吧？东西就有什么搁什么啊，就是赶上什么是什么。想回头。哇，现在有一位红姐已经很悠闲的在休息了。哦。自己复刻自己，这还不简单？其他应该接近尾声了。说是时那时快，他们这个厨师已经开始聊上天了，差不多了。好的，我们把这个遮炉遮住。好的，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上菜了啊。可以接了吗？不能。可以接了吗？3、2、1，我们开始接战。哎，这确实还真是很厉害。这个褶是多么难捏。对啊。这也太像了，这怎么菜啊？蛋总可以一个一个先品尝一下。一个品尝一下。我先尝尝面，我这是饿了。是不是你记忆里的味道？你再尝一口，你再尝一口。好期待呀！这面可以淘汰。
淘汰了。啊，这么快就下班了？这个面要淘汰吗？确定吗？可以淘汰。不是，差哪儿啊？对对对对。我再喝口汤，我再品品。他觉得味儿不对，感觉味儿不对，但挺好吃，我挺好吃，挺好吃，是吧？但不太对。我看他感觉是更好吃了，对不对？因为就一直就没有停下来过呀。今天超常发挥了，今天超常发挥了，有点好吃。这是一个褒义词是贬义词？比你记忆中红姐的好吃是吧？我不能这么说呀。这汤感觉倍儿浓，刚才不是不一样吧？是吧？这真的就不一样。大老师，你先控制一点，你先控制。确实不一样，确实不一样，这就是买的呀，这是。你这留点肚子，尝尝别的。先吃吃这个啊。嗯。好吃，好吃，好吃。现在到了这个白菜肉。这个白菜也可以淘汰，好像确实比刚才那个。这汤底像吗？也不太像。哎，尝尝饺子怎么样？饺子重点，饺子重点，饺子。哎呦！哎呦，怎么了？吃牙碜呀，吃的不至于吧？我2口吃完一个大饺子。我自己加个难度啊，就是这3个都不是，应该是这个是。饺子是鸡肉哪儿不一样？也很像。那现在鸡肉这个你也觉得很好吃，也很像，但是没有达到一模一样，对不对？我觉得酱略浓。你的意思是，这个是红姐做的，这一模一样啊，吃着味道完全一样。我觉得馅儿啊，其实啊，大差不差，大差不差。蛋总，你应该从饺子的形和它捏的那个手法上来看。咱们来深刻的剖析这个饺子，这也很丑啊，人家的。行，没事，反正这第一回就猜一个不像的嘛，就是他不像，因为它太好吃了吗？不是，我觉得是酱多了。啊，酱多，放酱吧。我们从小吃的那个就是肉干面，它是有一股奶味儿啊，那个肉风干肉煮它有那个奶香味儿，但这也没有奶。咱们要把这个放置的时间算进去，你不能完全看表面跟它对比。你们这个已经有很多难度了，就别给我捣乱了，好不好？姐说这对，你像这个茴香啊，它放的时间长一点会塌，对吧？什么操作这是？不搞我啊，朋友们！我就猜这个了，别捣乱，拉不住了，拉不住。就是这个，这肯定不是，别的我不知道。这么熟的人了，我真的劝你，你再想想，再想想。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我让你每样再尝一口。我不尝了，我选这个白菜。哎呀，漂亮！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那还面条吧，我面条。到底怎么就说啊？你们到底要干嘛？行吧，我们反正该说的已经说了，咱们是从来不骗人的人。那白菜。经过多番纠结，蛋总在面条和白菜里边选了白菜。我最后选择这个西红柿。你呀，一期节目哥，怎么回事？一天到晚你在干嘛？要你选哪个？我选面条吧，我真吃着不像。蛋总，请起立啊！接下来我们4位红姐是哪位红姐今天复刻了面条这道菜？请你默默地走下来。别害了。好，蛋总，请放下这个啊！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讲吗？我不想说话了。
3、2、1，请转身。怎么了？落枕了？落枕了？怎么回事？落枕了？没事没事。你是不是傻呀？红姐，我这好好认真的给你煮，至于不至于？真的不像啊！我就多放了。你就是有酱，你上次做就没有酱，有酱味啊。就放了点酱油。你为什么这次要放？都放了。汤确实比我们刚才吃那浓，就感觉里头那个浓。因为要等其他厨师，我这个快，所以我多煮了一会儿。我把汤煮上，我就在那儿坐着等着来着。哎，红姐，4道菜，他刚吃完这个，他就说这个肯定不是的时候，您当时站那都快碎了，是不是？这面可以淘汰。这面要淘汰吗？确定吗？可以淘汰。我选面条吧，我真吃着不像。你说实话，你让那边站着。把他麦关了吧，别让他说话了。翻车了，翻车了！您故意让他坐着吃，不是他，哎呀他，你问他昨天他吃了什么，他还记得吗？你说他傻是吧？就这意思哈。就是没有记忆。这个面就是3天前我刚吃过，真的不一样。只有饺子是一模一样，它一模一样，真的一模一样。大厨儿，之前制片人有跟我讲说，他说我们第1期啊，还是想让观众朋友非常完整的了解一下我们节目的架构，所以呢，尽量让蛋总去选对。那你们的暗示就是你要再考虑。我真的劝你，再想想。我最后给你一个。行吧，我们反正该说的已经说了。你现在讲对啊。哎，这4道菜哪道菜是最常吃的，吃的最多的？面就是这面条吧，对不对？这一期节目做完了之后呢，是俩人友谊的见证。对，我们这一期叫很熟的味道，下一期叫你是谁呀？或者叫咱俩熟吗？咱俩熟吗？我感觉蛋总现在整个人不太好，情绪也不太稳定。我们3位大厨要不要也尝一下？哎，来。哎，弟弟，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搭配一个东西，口味会更好呀？是，开饭前怎么能没有可口可乐呢？我去给大家拿。让我们拿出每个人的可口可乐。可乐，哦耶！给我再来一罐吧，谢谢。好嘞。谢谢。吃之前，要不我们一起干个杯吧？来吧，来。开饭聚快乐，就要可口可乐，耶！很熟家族，大家辛苦。可口可乐一干杯，这吃饭的感觉就上来了。无糖也特别好喝，这大概就是简单的快乐吧。真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不用，我也得尝。怎么可能一模一样？哇，真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本来会有第2轮红姐要表达一个心意的，但是现在她这心意表达不出去了。我本来想让她做那个炸酱面，那现在咋办呀？你说咋收场啊？没，做。谁做呀？我做。哦，这是我错了，我做错了什么？李诞除了做沙发之外还会做饭啊？你是不是从来没在节目里做过饭？什么叫节目？我在这个人间就没做过饭。所以你对我们节目是不是有点太好了？又贡献综艺效果，又要贡献人生做饭首秀。哎，李诞是我要是猜对了，我就不做。我们非常感动，真的是李诞亲自做饭。做个饭没什么了不起的，一会儿你们各位吃才是值得尊重的，你们都是值得尊重的人，是吧？好的，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谢谢。招待好朋友，当然要有拿手菜。上菜啦！哇，来喽，就3个。还有哦。开饭聚快乐，就要可口可乐。蛋
蛋总一展身手之前，我们还是想先聊一下啊，为啥这个炸酱面对你们来说这么重要？就是好吃，经常吃。酱那个东西，它可以你在冰箱里放个1个月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嘛。保存时间很长，很救命啊。所以红姐，比如说她去上海的时候，她会给你做。对，来我家，她会临走之前炒一大锅酱。红姐，你会经常去上海看蛋总吗？去上海的就不是因为看他，都是路过啊，或者有事儿啊，专程看他去上海看。没有必要，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到，现在我们看蛋总就觉得，其实他还是挺有那种照顾别人的那种范儿的啊。对，有。不像以前，以前好像是刚接触的时候，觉得是还是挺小朋友的。不倒一下，那效果一霸应该是啊。因为效果，你看那么多小朋友，他们有人生困惑的时候，他们会来请教蛋总的。对，会的。他家在上海的时候，就感觉是流水席，就不停的有人来，然后在那儿大家聊事情啊，好像是借那些小朋友的眼睛看他，觉得他好像忽然长大了，在我这儿。他承担很多东西，然后他变成了那个去拖他们一下的那个人，有给能量。给到就是小朋友们，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大哥了。对。那你现在跟效果那些小朋友出去也是你付钱吗？有时候他们出去，我没出去，也是我付钱。哎，报账的都是别人啊。你在家待着，你会收到一个付款码。报销了。小时候就是我付账的时候比较多，因为他们还是学生嘛。忽然有一天我们俩吃完饭，他结账，我觉得有点不习惯。我说你干嘛？他说我工作了。红姐，你看蛋总这么多年的变化，你会觉得说，其实他现在反过来会对你有一些影响吗？他一直对我有影响，不只是现在，就是朋友是你看这个世界的窗户嘛。因为我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从小我都是跟大孩子一起玩，但是从他们开始呢，就有了小朋友，他们带给我很多新的东西，他们不停地在吸收和内化很多东西，不只是知识，还有很多眼界啊。像我去找他玩，他跟建国会一起看很多，比如漫才啊，是我自己的话可能看不到或者不会去看这个东西。而且还有很多时候，关系好的人之间是有能量传递的。是哪种能量的传递？就是负能量。是付钱的能量，就是说现在蛋总自个儿能独当一面了，付钱都是特别痛快啊。其实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不同阶段都是在通过感知力不停的成长的。这一点呢，在我家的小朋友身上啊，就特别的明显。因为小朋友在更小的时候，对世界所有的事物都是充满了好奇的，感知事物的能力在急速的发展，以至于呢，我常常出差的时候啊，过了一段时间回来，就会发现变化怎么会这么大？这些小朋友们呢，怎么懂了这么多，有这么多的这么好的想象力，看事物的角度呢，也出奇的不易。其实我觉得小时候的感知力，真的会影响到长大后的选择。比如说我自己从小对食材、味道这些就很有感知，我妈也常说我从小对食物就很敏感、很挑剔。哎呀，看来是感知力替你选择的本命职业吧？所以呢，要选择雅培精致有机奶粉。对，100%丹麦有机鲜奶，还有脐带血营养群，关注绽放感知力。你们跟自己就是比较亲近的朋友，都不会说刻意去维持一下吗？反而会很别扭，反而会特别不说话。对，就特别神。哎，前2天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儿，就是我跟我一块做歌的那个人，因为我们我一直回北京，我就自个儿弄歌嘛。因为他接我去工作室，我们的所有回答就是到了，他说到了，然后我一个这个手势，就是那个一个手势，到了，这个就一排全是这个。但是其实我们基本上我在北京就跟他一块弄歌，感觉说什么就多余。哦，我跟你们观点完全不一样。憋住别说好吗？这都是前辈，你干嘛？然后你说。你看耳朵吓得多红。我觉得你得做一个道歉菜。对，不能抢了您的光环。我觉得童年的关系是要维系的，因为童年羁绊在这个。我羁绊这个词儿背得好棒。你是在火影忍者上的小学吗？啊，我说完。再来一遍，1、2、3，走。我觉得这童年的关系。怎么了这是？人家小孩不容易。我说话了吗？对不对？你都没。你喘气干嘛？你们俩现在就安静30秒。
几百万之后呢？就是因为你回到老家之后，你跟他联系，他就会自动就会想起之前那种感觉。但是要是成年之后的这种关系，你是需要去维系的。我一直在付出，但是对方如果没有回报的话，我会感觉啊，那你是不是不重视我们这段友谊？你能忍受，比如说你跟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多久不联系是你的极限？家乡的朋友我可以一直不联系。对，现在工作长大的，需要不定期，可能1个月，肯定得联系。4成，好的。那么我伤心了。我跟你说，我跟思成，我们俩录3月节目，天天拿着扑克奖住人家，已经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录完这个节目之后，这就2年多过去了，都没联系过。我给你发过生日快乐歌，你连生日快乐都没发给我。让我反杀了吧？哦，你是完了，思成一直在付出。败了。我回了吧？我没回吗？没有。你现在掉。我回了。你现在掉，你手机不在这儿。我都删了，我特别喜欢删。你不回，然后你并删除。我自个儿挖坑自己跳。你现在有羁绊了，你们从现在开始这一刻开始。蛋总，你是那种会记得朋友生日给大家发生日快乐？不会，我就朋友圈你自己发吧，我给你点个赞，或者说生日快乐。红姐生日你都不发？不记得。所以你最好的友情是什么样的？在你这儿，最好的友情应该就是一个背景，就像你客厅里的电视一样。咱们其实也不怎么看电视了，但是也不能没有电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可是如果你不维护，电视坏了怎么办啊？再买一个，哎，不对，再买一个不行吧？因为那是你现在的一个老电视啊。其实是不是就是你对这段关系中你自己心里有没有这个底气在？有的时间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回到家去，发现你们的生活轨迹，包括你们的这个生活环境都不一样了，你会发现有隔阂了，就是那种隔阂倒不是感情上面的，你就发现他们的生活跟你的生活就不知道聊啥，有距离感，只能聊回忆。对。哎，那你们俩有这种情况吗？没有，就画稿见面就开始聊，那一顿猛聊，对。就以前那点事儿，对，来又聊一遍，但是你还特高兴，每回都能聊出这新的花样来啊。其实他们俩这属于是有点像放养式的友谊，就是我没有刻意要跟你怎么样，但是当我有困难或者是我想找你聊天的时候，你永远在，且我们俩永远同频。就是互相了解到，不用说太多。这个事儿一看，我大概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就像你刚才站在这个3号位，蛋总根本就不用看，他就知道那3号位一定是你。对，那面条我一吃就是我感觉到我的杀气，是不是？包括今天蛋总其实就是想让红姐别那么累。刚才都说炒炸酱很辛苦，很辛苦。我这下了一盘大棋，哇，好大这棋，是不是？话都到这份上了，来吧。其实是你们加油，不好意思啊，一会儿要吃我做的饭，我先道歉。哎，我跟你说，不常做饭的，如果把菜做成功，你老有成就感了。而且新手有新手光环的。他都没切过肉吧？是，他们给我派一个任务，就是您一点都不能动手。得嘞，好。好。远点。我们可以在旁边看热闹。哎，我们不一块儿看吗？快过来！哦，好奇怪的画面呀！下一个环节又到了蛋总切肉的环节，蛋总切肉那是百年不遇的一个环节，给大家表演一个手切猪肉啊！切下去之后不切断，慢点啊，哥，手小心手。啊！退后。哇，你正在轻便吗？哇，鼓掌鼓掌！可以。他下来了，看到我又下来了，我人类的奇迹，哇塞，还可以，哪儿看到还可以啦？现在有刀的李诞刀马蛋，我开始了。没有切掉了，对吗？不是，他就是对，不对，但是可以，可以，不对，但是可以。
咱们也不用这种哄傻小子的这种语气，好吧？我就感觉跟你哄孩子似的。我怕你紧张切到手，所以哄着你。你看到他拿刀了吗？他完全是他拿刀的位置不对，姿势不对，使劲的感觉也不对，就没有悬的乎的，你知道吗？看着。自打蛋总切完这个猪肉之后，这个猪死得其所。你死的不冤呐！你死的不冤呐！你死的不冤呐！往下锯着切，小心手指头啊！你切的这个大小，你要横着再给他一刀。你要3个一起切吗？你冷静一点。感觉好像不太行。小心手啊！好玩吗，蛋总？可以，我现在我觉得能学会。不得了，不得了！够了吧？够了，可以了，可以了。我觉得可以，切好就收。啊，香菇。但我不是开玩笑的，如果我小时候我爸我妈是这样的，我可能小时候就会做饭。鼓励式教育，对不对？真的。我小时候就是拿着就好奇什么，拿着一个什么，让你放下啊，不碰，真的，一样，我爸也是啊。啊，好，切丁。成吗？可以，切一点葱花吧。哎呦，这个碎了，这个好。哎呀，行啊，炒吧。哎，不是把面煮上吗？离煮面还很远啊！还有很远吗？没有，我们那边稻子还没隔呢。把那个盖儿打开，可以再放点油。它这个肉啊比较瘦，然后你把这个肉先放进去。好，翻炒。哥，你第一次做饭就有这么多人围观你，也是很特别。说好几亿的网友为这事儿着急啊。蛋总炸酱呢？全倒进去。酱下锅之后，你的右手就要一直搅，不然会糊。把它炒匀，尽量画圈，然后把那个酱放一坨进去。放多少？放1/3吧，然后搅。好香啊！好香。我闻到了。我那感觉不像我们家做那个。我觉得也可能要加点水吧。对，再加点水，我觉得。我们老北京炸酱面，一个家一个味儿。哎，您说来真地道，这话说的还我。那就放一点水吧。好了，不用搅太快，但是要一直搅着。我现在感觉这个世界上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手别停，就是这世界上只剩这一件事儿，就只有他在动。你们说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该有的香味都有了。可以。蛋总，你再煮2下面。好，来煮面。这个面条特别金主，这次准备的这个。哦，这是我们的金主，对不对？金主，对不对？谢谢了。好了。哦，太厉害了！老内蒙炸酱面。来，走吧。好，来，红姐先说一下你看到这碗面你的感受怎么样？我觉得吧，是石香菇吗？好大的肉。感动吗？不感动，就不感动，一动不感动。都摸起来了啊！我觉得闻着挺好的，真的，该有的都有。有酱有肉有面，这面呀拌了10分钟了，就是不敢下腿，该有的都有了。没问题。看着就很好吃啊。好吃，你们快吃吧。你看，我就说没问题吧。这真得让北京的吃，北京的吃这个炸酱面才知道什么叫好不好。超出了你对蛋总的预判吗？当然超出预判，我的预判他自己切肉，肉里头有手指头。那画面属实播不了，
戴总，你自己不尝一下吗？来，我们也尝尝。甜口的炸酱面搭配可口可乐就再合适不过了。吃的时候喝一口，美味加倍，快乐也加倍。对，我们都喜欢喝。要不我们来干一杯吧？来，干杯吧，朋友！哦，对了，我要给姐姐你表演个魔术。是你的才艺表演时间是吗？我是可口可乐的铁粉，除了这些搭配的美食心得，我有一个技能，就是它怎么摇，它都不会喷。哦，就这样摇，它开盖的时候它不会轰，它不会喷出来。为什么呢？确定吗？怎么？就只需要我这样轻轻的给它弹。来。哎，可以，哎，有用，可以，没有浪费，没有浪费。来。哎呦喂，怎么说，大师？我吃了一个脆的，正好是那个炸的那个倍儿脆的那个点，不错哎，可以，挺好吃。哎，那这个炸酱面其实算成功，对不对？成功，非常成功。我觉得还行啊，挺好吃的，好吃。蛋总有没有对做饭产生一点兴趣？有。啊，主要不是这个炸酱面的兴趣，是你们刚刚在那鼓励我的时候，很有成就感吧？我一开始觉得很尴尬，但是那个尴尬的感觉过去以后就很温暖。我觉得鼓励式教育是有用的。你下回试一回没有摄像机的时候，你再做一回饭。这一帮人，你干嘛呢你？是这么切是吧？红姐给打个分，几分？我觉得可以打8分，8分，非常好。两个人通过我们这个节目，通过这个特殊的方式，然后又进行了一波友谊的回忆，而友情是不是又加深了一些？也应该没有，因为这个就是坑已经很深了，就是对，再挖也没什么反应。我个人觉得你后面这个道歉菜非常有诚意。对我这个我真的我不是开玩笑，我回去我真的自己再好好炸一个。可以。我给王建国，我要好好，我就主要是别切着手，我让他切。那最后两位这样吧，互相给对方送一句比较温暖的话，好不好？行啊。谁先来？吃面条，等它凉了再吃，就温暖了，要不烫嘴。来吧，吃炸酱得揪东西，要不然太咸。行。哇，就生活的小细节来关注对方，怎么这么让人感动？怎么这么想哭？怎么这都能圆？这一集怎么这么成功？算了，万事开头难。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本节目由畅爽美味的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有机加脐带血营养群，关注感知力。本节目由雅培精致有机联合赞助播出。非常谢谢我们蛋总，谢谢红姐，也谢谢我们烧饼，谢谢三位大厨老师，谢谢。最后让我们举起可口可乐，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餐。好嘞，干杯！是很熟的味道呀，下期再见。拜拜。我们要做那个手势吗？哎，我们一起来一个好不好？弟弟教弟弟。噔，熟了，好来啊，是很熟的味道呀。熟了，下期再见，拜拜。下期期待烧饼的嘉宾。朋友们，我加油，让下一期一定会有第2轮的。下一期咱们节目不会还没有第2轮吧？那我就问，传说中的第2轮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啊？下一期吃什么呢？每周2晚8点是很熟的味道呀，正片上线，会员抢先看24小时。每周3 20点会员专享加更，很熟加点料。每周4 12点会员专享衍生，很熟的小厨房。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本节目由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丹麦有机味绽放感知力。本节目由雅培精致有机联合赞助播出。我第一眼见着就特别想娶她。你好，我想娶你。我们家是金融中心，财富
巨子。哎呦，夸这么瓷实，这是平时有多怕这个事？家庭地位也很明显。那家庭地位那是相当老高了。别动啊，来啊！冬瓜酿肉是他做给我吃过我翻车的一道菜。这个蒜切的太精细了，不可能是他的刀工。多维度的去考虑这件事情，这我有点猜不出来。一定不是烧饼做的那一道菜。